那老子今天就一个人包围你们所有人！给我挡住！我的刀盾，下辈子我一个一个把你们找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去找小师弟。你们几个想丢下我，门儿都没有。我还想多做几年你们的小师弟呢。执法长老执法缺少根据，行事过于武断，现也革去执法长老之位。这样可以吗？哼。结血断金身想要突破2级兽血已经没用了，必须找高等级的妖兽精血。买了，4500积分换实力，不亏。剩下的东西我也看不透。通天小神树，帮忙感应一下，这宝库里最好的宝贝在哪儿？这边都没什么好东西。诶，等等，还真有一个，在东边药材区前面第3壳里。一个黑煤球要10000积分，难怪从开宗立派到现在都没人买。买了它，我可就只剩1200多积分了。不过小神树看上的东西绝对不会差，拼了！小子，你安顿好没有？什么时候把我传送过去？老牛牛，我已经把秘境搜刮的连地皮都刮干净了。你要是再不召唤我，我连秘境里的树和草都拔出来带走了。我现在还在宗门内，要是凭空冒出一头3级大妖，宗门长老不得炸锅。你时刻准备着，等我找机会离开宗门再传送你。这布料不是凡品，是修士用的上等丝绸。莫唐飞怎么这么眼神？这是唐良师兄的盒子，我下山帮他买的。这个字还是他亲手刻上去的。唐师兄早就死了，他的私密木盒怎么会埋在我今天刚住进来的屋子地下？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设局？费这么大劲，用上等丝绸和奇特兽皮包着的，就是个破烂钉子。好可怕的阴寒之气，这钉子绝对不是凡物。算了，以后再琢磨。四殿下，青云门愿为殿下马首是瞻，只求殿下日后能在皇室资源上多多提携我等。齐门主客气了，青云门的实力本王自然是知道的，只是……齐门主，你来表忠心。可据我所知，你们青云门那个叫顾双成的，可是跟我那11弟林轩明走得很近啊。哦，有这回事。本王生平最恨的就是2面3刀的墙头草。殿下息怒，误会，这绝对是误会。那顾双成不过是我门下一个不服管教的刺头，绝对代表不了青云派。齐门主，明人不说暗话，这次父皇赏赐下来一批对元婴境有极大教益的宝物，其中甚至有传说中的混元青莲莲子。混元青莲莲子，那可是能打破元婴境道法瓶颈的无上圣物。若我能得到一颗，修为必能再上一个台阶。殿下，只要能赐下这莲子，青云门愿为殿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本王可以替你争取，但这投名制嘛，我要你回去，立刻将顾双成还有他那个师傅董木像狗一样赶出青云门。本王的阵营里容不下任何与老师也有牵连的隐患。董木好歹是一峰之主，无故驱逐，必定惹人非议。但是为了混元青莲，区区一个逍遥峰算什么东西？殿下放心，我这就回去下令，今日起，顾双成和董木就是青云宫的弃徒，死活与我宗再无瓜葛。好，齐门主果然识时务。哥，混元青莲莲子那么珍贵，你真打算帮这个老狐狸去争取？给他争取？他算个什么东西，配用混元青莲？本王只不过是给他画个饼，做个空头支票的人情罢了。等我将来登上大宝，就算把莲子喂狗，他齐长风敢放半个屁吗？哥，你这招借刀杀人太妙了！顾双成、董木，你们被赶出宗门，变成无依无靠的散修，我看你们这次还拿什么跟我斗？董长老，齐门主有令，这是专门指派给你们逍遥峰的任务，请务必尽快执行。专门指派？
最近既无妖兽暴乱，也出邪族入侵，何来专门任务？好一个齐长风，去庆雷山清剿玄冥战矛，这哪里是任务？这分明是让我们逍遥峰去送死！庆雷山，那可是青云门和星月谷交界的三不管地带啊！玄冥战元是群居妖兽，首领更是3级巅峰，那座山上甚至不止1头3级妖兽。就凭我们这几个人去，不是送死是什么？我问你，这任务当真只派给了我们逍遥峰，没有其他峰的长老支援？门主吩咐了，此任务逍遥峰独立完成。话带到了，弟子告退。师尊，你真的想在这个乌烟瘴气、腐败不堪的青云门待一辈子吗？双城，你什么意思？师尊平时闲云野鹤，不愿广收门徒，不就是不想和齐长风那帮伪君子同流合污吗？师尊，既然这青云门容不下我们，那我们为何不离开青云，自立山头，开宗立派，建立一个干干净净、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宗门？双城，自立山头谈何容易？在宗门内，他们尚有顾忌，没有宗门庇护，若是惹来强敌，或是被齐长风暗中报复，你们的安危如何保障？师尊，难道我们留在青云门，齐长风和那些太上长老就没有欺压我们吗？他们这次是让我们去送死，下次呢？师尊，我们在青云门得到了什么庇护？我们吃的丹药是小师弟炼的，资源是我们自己用命拼来的，甚至我们外出历练比在宗门里进步还快。他们看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明明我们可以站着靠自己，为什么要留下来跪着求他们可怜？我支持小师弟，我们自己开宗立派。我也同意，与其在这里受气，不如出去杀出一条血路。对，杀出一条血路。师尊，俺是个粗人，但俺听过一句话，一直在窝里被护着的鹰是永远飞不上蓝天的。多点危险对俺们未必是坏事。既然这青云门容不下我们，那我们就自己去开创一片天地。走！逍遥峰是内门唯一不欺压我们的，他们走了，唉，这青云门怕是再无清流了。连董长老这样的金丹后期大能，说被逼走就被逼走，我们这些底层弟子以后该怎么活？师尊，俺们去哪儿啊？天下之大，总有容身之处。我想去河东村看看，当年我在那里斩杀笑月郎，村民们对我有一饭之恩。好，那我们就去河东村落脚。出事了！好啊，臭娘们儿，老子今天就要当着你这小崽子的面办了你！仙人，是仙人，你终于来了，我们河东村有救了！大嫂快起，我给过村长传讯玉姐，河东村遭此大难，为何不捏碎玉姐向我求援？仙人啊，不是村长不求援，是村长他死了。什么？前些日子，突然来了一群面生的高阶仙人，他们逼问村长，村里有没有传承下来的宝物。村长说没有，他们不信，临走前放下狠话，若不交出宝物，就让人把我们全村屠个干净。等他们走后，我们就发现村长他在屋里自尽了。第二天，村里几个知道点祖上事情的长辈也全都自尽了。他们临死前留下遗言，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四散逃命。可还没等我们逃，这群强盗就把村子围了。他们烧杀抢掠，每天都来折磨我们，已经好几天了。村子里死了好多人啊！宝物，他们要找的是我手里的那张炼虚境洞府地图。村长和长辈们为了保护我，不泄露地图的秘密，竟然集体自杀，带着秘密下了黄泉。大嫂，放心，我顾双城发誓，今日这群畜生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师尊，走，去杀了他们，一个不留！仙人饶命！仙人饶命啊！说，是谁指使你们来屠村的？我不知道。师尊，直接搜魂吧，搜成白痴也算他罪有应得。别搜魂！
我全都说。几天前，几个强大的仙人来到我们山寨，让我们逼迫河东村交出一张地图。他们说事成之后帮我提升资质，若是办不成，就要涂平我的山寨呀。他们是哪个宗门的？穿的什么衣服？我不认识，绝对不是青云门和星月谷的。但他们的黑袍领口都绣着一轮血红色的弯月。红月标记，大梁皇朝有这个势力吗？未曾听闻。这标记透着一股邪气。贱人，我把知道的都说了，我手下死光了，我也废了，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放了你？那你问问这满村的冤魂，他们答不答应？师尊，搜魂！红月势力，我不管你们是谁，这笔血债，我顾双城必让你们血偿。双城，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暂且去那群强盗的寨子落脚，那里地势隐秘，刚被我们清剿，也算是个现成的落脚点。师尊，不可！强盗寨子虽然隐秘，但那些背后指使的人随时可能回来。若是碰上几个金丹期，我们这点人手根本不够看。咱们得找个更安全、更远的地方，一步到位。小师弟言之有理。那俺们能去哪儿？反正你们指哪儿俺打哪儿，动脑子的事儿别找俺。师尊，你之前说庆雷山上有几头3级的玄冥战猿，那都是老黄历了。这么多年过去，说不定已经还有2头甚至更多了。你小子不会是想去青雷山吧？正是，庆雷山地处青云宫和星月谷交界，是真正的3不管之地。我们占了那里，两边宗门投鼠忌器，都不敢轻易来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理是这个理，但风险太大了。1头3级战玄我们还能拼一拼，要是有2头，我们这几个人塞牙缝都不够。那如果我能弄来1头3级妖兽，帮我们一起打青雷山呢？那倒是可以一试。等等，你去哪儿弄3级妖兽？师尊，其实青云门的秘境里有1头3级妖兽赛雷龙牛，小师弟在秘境里跟他签了平等契约。什么？秘境里有3级妖兽，还能签契约？师尊别激动，那秘境年久失修，禁制早坏了，老牛马上就要被我摇出来了。有了它，拿下庆雷山不在话下。你小子真是深藏不露啊！行，那就干票大的。小师弟，这些村民太可怜了，我们要走，能不能把他们也带上？等我们建了宗门，就让他们在山下安家。当然，村长和族老们为了保护我而死，这份恩情，我顾双城得还。老牛，我已经离开青云门了，准备出来透透气吗？快快快！憋死本大爷了！赶紧拉我出去！别急呀，做个交易。我知道一种化形丹的丹方，能让你在3级就提前化作人形。化形丹？你小子要是敢骗我，老牛我顶死你！想化形？简单，出来后给我当3年打手。放屁！老牛我是3级大妖，给你当打手，你给我当人宠还差不多。2年。换你提前化形，不亏吧？1年，最多1年，而且本大爷绝不当奴隶，只帮你出手10次。成交，准备好，我要拉你出来了。哈哈哈哈！本大爷终于出来了，这天，这地，这空气，爽！哼，小子，绝雷丹化形丹，少1颗，本大爷跟你没完。放心，管够。老牛，帮个忙，把这些村民驮上。你拿本大妖当拉货的骡子！哇，妈妈，你看这个牛牛好大好威武，比村里的黄牛好看10000倍。来来来，都到本大爷背上来，我载你们。啊，活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有品位的夸奖。本大爷就是这么威武可爱。小子，我这是看他们可怜，日行一善，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夸我。是，你最威武，你最可爱。老牛，
把村民放在这附近安全的山谷里，你跟我们上山。大家坐稳了，本大爷要降落了，小心别磕着碰着啊！什么人敢闯我青尾山地界？正道宗门的宵小之辈，终于赶来送死了吧！犯我领地，死！这群猴子还真是猴急，一言不合就开干。老五和燕如快撑不住了，这猴子怎么打不死？大哥、二哥，你们再看戏，我就要被他们打死了！哈哈，老三，平时让你多练练你不听，今天就当是给你上课了。我先去疗伤，这里交给你们了。刚才是你把老三打成重伤的，那头丑牛，你是帮他们的还是来看戏的？丑牛！你敢叫本大爷丑牛？本大爷今天不把你这死猴子电成麻花，我就把我的牛角掀成银子。那我就来陪你玩玩。双城，撤！我来断后。师尊，现在想撤，这群猴子也不会答应了。师尊不必拼命，那只重伤的老三若是再出来，交给我。我有3品符符，能秒了他。你，哈哈哈哈！我老三又回来了。3品圆满攻击符珠，雷霆万钧。趁你病，要你命。武林归元阵，逆转，湮灭。混蛋小子，我一定要把你撕成碎片！噬生魔灵，灭！这是什么鬼东西？该死！不把这些玩意儿拔掉，老子会被吸成人干的！哼，这就手忙脚乱了。好戏才刚刚开始，水龙吟。这玄冥战元的防御和生命力太可怕了，连续吃我这么多记杀招，竟然还有余力，必须再加一把火。先等一等，停战！人族小子，你先放我一马，我们母亲快不行了，等我去看她最后一眼，送走了她，我立刻回来领死，绝不还手。还挺有孝心。行，你去吧，我等你。多谢！我们也得下去一趟，一会儿回来，我们自让3招。这玄冥战元竟然如此重情重义，倒不像是一般的妖兽作风。哼，谁说妖兽就不重亲情了？我们那是被生存逼的，你们人族懂个屁！师尊，老牛，你们刚才注意到没有？那些报信的猴子身上的血迹是泛黑的，而且他们3兄弟的母亲是同一只。难道说他们的母亲不是寿元将尽，而是中毒了？里面的猴子听着，你们母亲是不是中毒了？我是炼丹师，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试帮他解毒。你真的是炼丹师？如假包换，求你救救我母亲，快跟我来！高成，小心有诈！谁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引你进去设伏？我玄冥战元一族一诺千金，绝不行那等卑鄙之事。如果不信，你们都可以一起进来。师尊放心，他们没撒谎。走，我们进去看看。这小子可是老牛化形的希望，万一在里面被人做成猴头菇，老牛的化形丹找谁要去？老二、老三，让开，让这位炼丹师看看母亲。大哥，你疯了！他们可是打上门来的敌人，你怎么能相信他会好心救母亲？闭嘴！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你要看着母亲被活活折磨死吗？让他去！小子，我警告你，你要是敢耍花样，把我母亲治坏了，老子今天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你撕成肉面。那如果我把你母亲治好了呢？你怎么报答我？如果你能救活我母亲，从今往后，我们玄冥战元3兄弟的命就是你的。我玄冥一族一言九鼎。哈哈哈！你们3个小猴崽子完蛋了！这小子炼丹邪门的很，你们这回算是把自己卖干净了。安静，
这石床有古怪，里面居然蕴含着雷电之力。我们发现这里时，这石床就自带电之力。母亲中毒后，只有这石床的雷果能稍微压制毒性，所以我们就一直让她躺在这儿。这就奇怪了，我探查了她的身体，她体内根本就没有足以致命的毒素，反而是这石床里的雷电之力正在她的经脉里疯狂乱窜，破坏她的生机。快，赶紧把她从这石床上抬下来！绝对不行！以前也有炼丹师让我们把母亲抬下来，可一抬下来，她就和死人一样一动不动了。这石床是她续命的根本。你到底行不行？查不出毒，就说是石床的问题。你是不是故意来消遣我们的？我知道了，她根本就不是中毒。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母亲明明是因为中毒才会这样，怎么可能不是中毒？我说她不是中了一般的毒，你们看看她的眼睛。这是什么？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是白木蜈蚣的千瞳幻毒。这种毒极其阴毒，它不伤肉身，而是直接切断大脑和身体的神经联系，让中毒者的意识永远陷入无尽的幻觉中，直到在幻觉里死亡。外表看来就像是陷入了假死。你们运气好，找到了这块带有雷电之力的石床，雷电刺激了他的神经，让他有了些许肌肉反应，这才勉强吊住了一口气。但雷电之力也是一把双刃剑，时间一长，雷电入体形成了雷电之毒，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放出来的血是黑红色的原因。哎呀，管他什么毒！你既然看出来了，快说怎么解啊！老三，闭嘴，退下！还请大师指点迷津，如何解毒？两种毒，第一种，雷电之毒，好解，用绝雷丹就能拔除；但第二种千瞳幻毒，需要破望清心丹，主要是清心三叶莲和破障金睛兽的眼睛。这两样东西，我手里没有。那你不是在放屁？没有药怎么解毒？死猴子，能不能等我把话说完？我手里虽然没有破望清心丹，但我有2品圆满的清心丹。虽然无法根除，但足以让他从幻觉中醒来。等他醒了，再去找那2位主要也不迟。大师，只要能让我母亲醒来，那2位主要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3兄弟也必定寻来，请大师赐药。绝雷丹拔除雷毒，疗伤丹修复受损经脉，最后清心丹唤醒意识，按顺序服下。母亲，我还活着，终于醒了。是这位人族小伙子救了我。前辈，我只是暂时压制了你体内的千瞳幻毒，在找到主要彻底根治前，你需要每隔10天服用一次我炼制的清心丹，否则毒发，你还会陷入幻觉。百目蜈蚣，该死的臭虫！等我实力恢复，必将其砸成肉泥。你救了我的命，我玄冥战元一族有恩必报。说吧，你想要什么？实不相瞒，我们刚脱离青云门，我想在这庆雷山上开宗立派，只要划一块区域给我们，我们双方互不干涉。青云门，你们为何离开？哼！青云门那些老东西，没一个好鸟。他们排挤你们，说明你们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你的要求我答应了。不仅如此，我们3兄弟说过，只要你救活母亲，我们的命就是你的。从今天起，我们3兄弟就是你的奴从，唯你马首是瞻。各位言重了，我顾双城不需要奴仆，大家交个朋友。以后我若有难，各位能出手相助一二，我便感激不尽了。好小子，有骨气！等我实力恢复，就算青云门那几个老家伙亲自杀来，我也能保你宗门无恙。好强悍的口气，他这股气息绝对不止3级巅峰，难道是4级大妖？我给自己取过一个名字，叫战双。以后你们在山前建宗立派，我们玄冥战元一族就做你们的护宗灵兽，相辅相成。战双前辈说的对，
相辅相成，才能做大做强。既然是一家人，以后各位的丹药我全包了。等我安顿好，就开炉炼丹，提升大家的实力。小子，你可别厚此薄彼啊！老牛我的化形丹呢？哈哈，放心，忘不了你的。等化形丹炼成，战双前辈和你们三兄弟也一人一颗。多谢双城小友。对了，我这3个孩子还没名字，不如你给取个。老大叫战金，老二战银，老三战铜，好记又霸气。好名字，就这么定了。师尊，小师弟，现在咱们地盘有了，人也有了，连护宗神兽都有了，咱们这新宗门该叫什么名字好啊？既然我们从青云门的逍遥峰出来，那咱们的新宗门就叫逍遥宗。青云门越是不想让我们好过，我们越要在这里扎下根，不仅要扎根，还要名震天下。大师姐，建宗门没钱怎么行？这20万下品灵石，还有这些世俗金银，你敞开了花，不够我这儿还有。20万下品灵石，小师弟，你这是打劫了哪个宗门的宝库啊？见过少宗主。少宗主，我什么时候升官了？大师姐，我这才闭个关，怎么出来就成少宗主了？怎么，让你当少宗主委屈你了？师尊当宗主，你当少宗主，全宗上下谁敢有异议？你就安心挂个冥享符吧，粗活累活都让我们干了。辛苦师姐了，说吧，是不是遇到什么啃不下的硬骨头了？有事我来摆平。还真有大麻烦。大梁皇朝规矩森严，开宗立派必须有朝廷的官方备案，否则就会被定性为邪修，遭到剿灭。这段时间我和师尊跑了无数趟皇城，偏偏我们逍遥宗的备案被死死卡住，这绝对是有人在恶意搞鬼。不用猜了，我查清楚了，卡我们备案的主管官员是九皇子林明熙的死忠心腹，他知道逍遥宗是你建立的，摆明了是公报私仇，故意百般刁难。林金熙，他这是皮又痒了。师尊，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事儿交给我，我亲自去一趟皇城，会会这位九皇子。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为师陪你。不用，我带上老牛去就行。唉，双城大哥，你可算来看我了！我姐把我关在这府里，我都快憋发霉长蘑菇了。什么？你们自己建了逍遥宗？这青云门真是不长眼，早该退了。以后逍遥宗本王罩着。不过，主管备案的那家伙确实是老九的铁杆，如果我强行施压，老九反手捅到父皇那里，不仅会被抓把柄，还可能连累我姐。我没打算让你强压，你直接传讯林林熙，问问他到底要干什么才肯盖这个章。林林熙，少在背后搞小动作，痛快点说，你要怎样才肯让逍遥宗的备案通过？哎呦，老十一呀，宗门备案得看硬实力呀。这样吧，听说顾双城就在皇城，只要他今天敢去皇城的地下决斗场连赢10场，本王说话算话，当场给他盖印，如何呀？无耻之徒！这该死的林灵溪，摆明了是让你去送死！地下决斗场，那是什么地方？双城大哥，那是四哥林望雨的地下产业，真正的生死修罗场。最要命的是，擂台上严禁使用符箓，那里是皇城权贵赌博的盘口，连赢的人赔率极高。庄家为了不亏钱，绝对会在关键场次派出底牌杀手。至今为止，连赢5场的都屈指可数，10连胜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老九这就是要借决斗场的规矩，合法的弄死你！不行，这绝对不能答应！我这就联系我姐，就算呼出去跟老九撕破脸，也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不用麻烦你姐，不就是个决斗场吗？我去试试。报名：顾双城，筑基4层，
你就是逍遥宗的顾双成，你的对手已经安排好了，请去休息区等待。林心熙、林望雨，你们就在上面好好看着，看我怎么把这决斗场砸个稀巴烂。小畜生太狂了，死到临头还敢挑衅！狂，很快就狂不出来了。传令下去，第一场让血枪锅砍上。国公，那个筑基8层却越级打残过筑基圆满的狠人，四哥，你这是一上来就想要他的命啊！一个筑基4层打郭枝，这是来送死的吧？这赔率，买郭枝赢连口汤都喝不上，不过也算稳赚不赔，全压郭枝。下一场，逍遥宗顾双成筑基4层对战血枪郭潮筑基8层。顾双成赔率1比4，郭潮赔率1比1.01。比赛1刻钟后开始。我压我自己赢，20万下品灵石。20万，压您自己？有钱不赚王八蛋，这钱我逍遥宗收了。你就是那个想连赢10场的蠢货，还没有人能在这决斗场连赢10皇。凡事都有第一次，不试试怎么知道？不知死活的东西！今天我就给你好好上一课，教教你什么叫规矩。好快的枪，速度堪比筑基圆满的3师姐了。不过对我来说还不够看。死！来得好，熔岩裂地鞭，狂浪枪，受死吧！好，郭征的狂浪枪，上次那个筑基完满就是被这招轰飞的。这小子死定了！赶紧结束，老子还要压下一场。看来结束了。气势不错，可惜太慢了。什么人呢？在这里。小子，是我小瞧你了，再来！好汉子，接招！多谢逍遥宗道友手下留情，此恩铭记。第一场，逍遥宗顾双成胜。废物，连个筑基4层都收拾不了。慌什么？他赢了才好。你听听外面的动静，光是这一场压郭哲输掉的钱，决斗场就进账了几百万灵石。四哥的意思是，把他当摇钱树？接下来几场，安排实力中等偏上的人上去消耗他。等赢了几场，那些赌徒以为他真能连胜，纷纷把重注压在他身上时，我们再安排顶级杀手将他斩于擂台，狠狠收割所有人。取钱。顾先生，您压了20万，1赔4，加上决斗场抽称和获胜奖金1万，共计78万下品灵石。请问是取出还是继续下注？78万，全压我自己赢。第二场，逍遥宗顾双成对战散修乾官，赔率调整，顾双成1比2，乾官1比1.1。第二场，顾双成胜，他绝对是强弩之末了，下一场必须压对手。剩下的100万，全部压我自己赢。速度比九转游身步还快，不能拼速度，必须近身肉搏。噬生魔灵，爆！下去吧。你对我做了什么？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输了。第三场，顾双成胜。第7场，逍遥宗顾双成胜7连胜。四皇子好算计，拿我当诱饵割韭菜。不过，我这也算是反向割了你500多万灵石的肉了吧？手里还有900万压着自己，这波稳赚不亏。差不多了，韭菜已经养肥，第8场让刘元上。刘元，那个曾经在金丹境强者手下硬生生扛住3招还不死的变态。鱼已经养得够肥了。主子，我们压在顾城身上的5万灵石已经滚到近1000万了。好小子，双城大哥真是神了，7连胜啊！可是主子，下一场顾双城的对手是刘元，赔率顾双城1比1.5，刘元1比1.1，还要继续开炸吗？什么？刘元！
完了，刘元1年前就能硬扛金丹强者，如今只会更恐怖。双城大哥就算再妖孽，也跨越不了一个大境界的混狗啊！听着，拿1000万全压在刘元身上，剩下的零头压顾双城。双城大哥，这把必输无疑。我用这1000万压刘元赢，保住这笔钱。等你败下阵来，我把这些钱全给你。就算不在大梁皇朝，这笔钱也足够逍遥宗去别处立足了。你不是我的对手，不试试怎么知道？你很自信，但这份自信会要了你的命。我一旦出手，未必收得住。聒噪！去死吧！熔岩裂地鞭，好恐怖的力量！要不是我修炼的炼体功法护住了长鱼干，这一拳下来，我的双臂肯定已经废了。不错，竟然能挡住我一拳，看来你能拿下7连胜，不全是靠运气。决斗场这是不想让我赢了呀！从第8场开始，全是死斗。九旋风！九旋风！刘元一上来就要把顾双城打死吧？这可是地阶攻击神通啊！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地阶神通的威能。顾双城死定了，面对玄阶神通他都吃力。熔岩裂地鞭，武林归元阵都挡不住这等威力的攻击，只有那一招了。地阶神通他拿头挡，老子压了刘元赢，赚翻了！完了，我把赢的钱全压在顾双城身上了，这下连棺材本都亏进去了。主子，不好了！刘元直接动用绝杀九旋风，顾双城有生命危险，我要不要出手干预？立刻干预！就算今天跟老4老9彻底撕破脸，也必须保住大哥的命！火影玄天掌！我的天，顾双城这火掌太猛了，竟然硬扛地阶神通！他不是靠运气，他是真有实力啊！老子押对宝了，顾双城给老子杀！呵呵，小子有点本事，这年轻人来头绝对不一般。呵呵，你确实够强。今天这局你输定了。你笑什么？我纵然退了数10步，双脚仍稳稳踏在擂台之上，最终谁胜谁负还远远说不准。世人都清楚，我这门旋崩劲乃是地阶品级的神通，如果只是刚才那种对轰的程度，顶多算玄阶。爆！这才是九旋崩真正的杀招，肉搏之时，将暗劲无声无息地轰入你的体内。这暗劲太霸道了！等等，结血卷金身竟然自动运转了，它在吞噬暗劲的能量来重塑我的血肉。虽然在消耗我的寿命，但暗劲被化解了。认输吧，我若不撤回滞存在你体内的暗劲，你绝无生还可能。你是个值得敬重的对手，我本不想取你性命。太恐怖了！这种防不胜防的透体暗劲，谁能扛得住啊？唉，2层暗令就重伤成这样，顾双城就算再妖孽，境界差距也摆在那儿，无力回天了。下次回去，必须多备些补充生命力的天材地宝。你怎么可能这么快缓过来？暗劲入体只会越来越痛，你怎么做到的？秘密。不管你用了什么妖术，我能打入你体内1次，就能打入第2次。这次我绝不给你喘息的机会。你以为只有你会往别人体内送暗劲？噬生魔灵，爆！该死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些诡异的东西在疯狂稀释我的灵力。多谢逍遥宗顾双城，我记住你了。这次是我大意，下次我一定去逍遥宗找你讨教。随时欢迎。主子，顾双城把刘元打败了。杀！
他把刘渊打败了。本场逍遥宗顾双城胜。顾双城太强了，我带来的40万灵芝全恐怖了。后2场老子砸锅卖铁也要压他赢。赢了，老子回本了。顾双城牛逼！逍遥宗太恐怖了，这底蕴，这神通，我回去就要把我儿子送去逍遥宗拜师，9连胜啊！就差最后一场，他将创造大梁皇朝决斗场的历史，无脑压顾双城。废物，这刘渊简直是个废物！四哥，最后一场，这该怎么办啊？四哥，顾双城那小子连类似金丹境的攻击都能挡下，这第10场，我们难道要派个真金丹上去？可是决斗场规矩。有了，派金丹境。对，我有办法了。最后一场，逍遥宗顾双城对战李文珠，赔率顾双城1比1.1，李文珠1比1.5。李文珠谁啊？没听过。这赔率明显是决斗场放弃挣扎了，派个炮灰上来走过场。兄弟们，闭着眼睛压顾双城，说好！决斗场没人了吗？派个吃奶的娃娃上来送死！这小丫头不简单，我怎么从她身上闻到一股妖兽的腥味？大哥哥，人家还只是个孩子，你一会儿可以让我3招吗？好不好嘛？要不你先滚出擂台，我让你30招。臭哥哥，你真坏，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早防着你这手了。怎么可能？结血断金身铁柱之击早就覆盖了双腿，真以为我没发现你这拙劣的暗杀伎俩？就等你露出破绽。火影玄天掌！好，顾双城太稳了，防御和攻击都无懈可击。第10场就这么结束了，10连胜到手。不对劲，他脸上没有半点惊慌和遗憾，甚至还在冷笑。他绝对还有后手。小子，是你打伤了文珠，今天我必废了你！顿空秒，3级妖兽，他怎么上台了？裁判，擂台上允许3级妖兽参战。经查，李文珠是御兽师，顿空喵是他的平等契约兽，按照决斗场规矩，允许共同参战。放屁！这特么是2打1，太不要脸了！名声臭了就臭了，只要顾双城死在这儿，保住赌资，大不了我被父皇骂一顿。这把顾双城插翅难飞。契约兽是吧？巧了，这玩意儿我也有。小子，叫本大爷来干嘛？有好吃的好玩的吗？那只3级妖兽要杀我。放肆！谁敢动老毒的长期饭套和化形丹供应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个长毛的娘娘腔！你这头蠢牛，找死！来呀，看老牛不把你电成烤地瓜！他竟然也有3级妖兽，完了，这怎么可能？只能妥协了。顾双城，我是4皇子林望宇，我们谈个合作。只要你现在故意卖个破绽输给李文珠，我不但立刻通过逍遥宗的备案，以后每年还给你们发一笔维护经费，如何？4皇子，你脑子没病吧？逍遥宗的名分我凭实力就能拿回来，凭什么要跟你这输不起的人合作？你敢得罪了我，日后你逍遥宗在大梁皇朝寸步难行。好啊，那我就等着看你拿什么让我不好过。小子，你敢伤文珠，我活剥了你！4皇子的威胁我都当放屁，你算个什么东西？逍遥宗顾双城胜，10连胜达成！小子，你胆真是肥嘟嘟的！你没事吧？放心，没事。双城大哥，你太牛了，10连胜啊！
我都能想象出老四和老九现在脸有多绿。一想到他们吃瘪，我就爽得不行。哎呀，就可惜我被禁足了，没法亲自去现场，不然我高低得带个几百号人去给你摇旗豪汉，当场气死他们。其实也还……这下好了，有了大梁皇朝的官方备案，你们逍遥宗就能光明正大招兵买马了。不出几年，绝对是大梁名列前茅的顶级大宗。双城大哥，这里有几百万下品灵石，都是我让人压你营赚来的。逍遥宗刚起步，处处都要烧钱，你拿去应急。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中间脑子抽风压他输，亏了1000万，我的心好痛。玄冥，你现在刚封亲王，正是需要打点上下、招兵买马。这灵石你还是……哎，双城大哥，你怎么也婆婆妈妈起来了？拿着。小师弟，皇城之行怎么样了？师尊，师姐，从今天起，我们逍遥宗在大梁皇朝合法合规，谁也别想再拿邪修的帽子扣我们。太好了！最近有不少散修想加入我们，但就怕名正言不顺被连累。这下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敞开大门收人了。别急着高兴，我这儿还有个大惊喜。这里是将近3000万下品灵石，有决斗场赢的，还有11皇子赞助的。以后宗门建设该花花，该买买，绝对不能让新来的弟子觉得我们逍遥宗是个穷光蛋。3000万！双城啊，你这是去决斗还是去抢国库了？你这让为师情何以堪啊！我这个当师分的竟然全靠徒弟养着，这逍遥宗简直就是双城一个人撑起来的。决斗场一战，我的灵力还是太捉襟见肘了。大醉金峰封疆快见底了，外物终究有限，只有自身强大才是王道。2个月连破1阶，结血遁金身也推进到了腹部。要不是3级兽血耗尽，我非得一口气冲到第2境圆满不可。看来师姐他们这2个月没少下功夫。少宗主出关了！见过少宗主。你们不是当初在猎魔窟、青藤山那些？少宗主好记性，当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我们早就死在青藤山了。少宗主，您不知道，我们以前在那些大宗门，因为不愿欺压同门，不仅分不到资源，还被长老们疯狂克扣剥削。叶师姐告诉我们，逍遥宗不克扣弟子一丝一毫的资源。大梁皇朝发多少任务奖励，宗门就给多少。这种绝对公平的地方，才是我们散修的圣地呀！好，既然你们向往公平，那逍遥宗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你们的加入，就是我逍遥宗最坚实的底蕴。人是多了，但装备太差了，好几个筑基弟子竟然连件像样的法器都没有，手里拿的还是凡铁打造的破铜烂铁。这要是遇到外敌，怎么打？对了，上次在猎魔窟，我可是反杀了不少魔族，从他们储物空间里缴获了一大批人族修士的法器。本来打算拿去黑市变现的，现在正好拿出来武装宗门，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去，不是吧？我明明那么多放了几十品法器呢，一品法器少说也有3、4件，2品法器也有1、2把，怎么凭空消失了？难道储物袋还能漏底不成？这不科学啊！奇怪，其他法器都不见了，怎么唯独你还在？不对劲，这尸骸变长了。当时得到它时明明更短，现在少说长了1寸左右，而且这刀柄也比之前粗了1圈。难道说……各位，我突然想起还有要事处理，先失陪了，你们慢聊。我操，真吃了！我去，这要是想让它恢复成原本的完整形态，这得喂多少件法器进去啊？简直是个无底洞啊！这玩意儿既然会吞噬法器，那以前得到它的前辈大能怎么没发现？早就该把它喂成绝世神兵了。难道他认主，
或者被封印了。算了，既然你胃口这么大，就先用不入流的法器养着吧。我倒要看看你能长出个什么名扬来。双城小友在不在？三位怎么有空过来？莫不是那清心三叶莲和破障金睛兽的眼睛找到了？惭愧，我们三兄弟在外面找了许久，只找到了破障金迷兽的眼睛。哎，那清心三叶莲实在难寻。那你们今天来是？双城小友，我们今天来是想请你帮个忙，当然，这事对你也有天大的好处。好，说来听听。我们打听到一个隐秘消息，最近在大梁皇朝和大庆皇朝的交界处，发现了一座强者洞府。据说那洞府的外围禁制极强，之前去探查的人都铩羽而归。但大概再过半个月，洞府的内部禁制就会进入衰弱期，届时便可进入寻宝。最关键的是，有可靠消息说，在那洞府深处，有人看到了清心三叶莲的踪迹。既然有这等宝物，你们为何自己不去？唉，我们妖兽一族对那种上古禁制天生被克制，根本进不去，只有你们人族修士才能进入其中。所以，我们想请双城小友走一趟，帮忙探查那洞府，寻那清心三叶莲。不知小友意下如何？议事堂那些弟子确实提过，最近边境有异动，看来这洞府是真的。小友放心，绝不让你白跑。据我们调查，这洞府的主人生前修为在化神境，而且他是一位极其罕见的五行修士。洞府中极有可能藏着一把威力绝伦的五行法器。双城小友，你正好也是五行同修，这洞府里的功法神通和法器，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呀！若是能得到化神境五行大能的传承，我的实力必将迎来质的飞跃。这趟浑水，值得趟。双城小友，我知道此行风险极大，只要你愿意跑这一趟，就算我们三兄弟再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以后刀山火海，你一句话的事儿。成交。不过，我也有一事相求。小友尽管开口，别说1件，就是10件、20件，我们三兄弟也绝无二话。是这样，我最近在修炼一门特殊的炼体功法，急需高阶兽血辅助。如果能有3级妖兽的精血，我能在半个月内将实力提升1个大台阶，到时候去洞府抢夺宝物的把握也更大。当然，我也知道精血对妖兽的重要性，如果实在为难就算了，我可以另想办法，只是进度会慢很多。好，为了母亲的病，这点血算什么？哈哈哈哈哈哈！这10几天，我们三兄弟每天给你送血来。多谢3位老哥，这是极品补血丹，能快速恢复气血，你们拿着。第一次多放点儿，后面几天可能就没这么多了。老哥辛苦，快服下补血丹。20节、30节。用你们最强的攻击打我，别留手！小师弟，小心了！这怎么可能？我可是筑基大圆满的全力一击啊！俺来试试！我的乖乖，小师弟，你这是练了什么绝世神功？这肉身简直比我们这些体修还要变态啊！这说明你们俩平时修炼还是不够努力呀。请留步！双城道友，我听说你们建立逍遥宗了，决斗场10连胜那个顾双城就是你吧？太牛了！我要是有你这本事，我也单干，建个美食宗，专招厨子，天天研究吃。你要是真建了美食宗，你这身形怕是还得再宽2圈吧？这叫壮士，懂不懂？说正经的，我看你去的方向是不是也打算去大梁和大庆边境那个化神境强者的洞府凑凑热闹？正是，那感情好啊，搭个伙呗。我也正打算去碰碰运气呢。你不是大宗门弟子吗？怎么不跟你们宗门大部队一起行动？哎，说来话长啊。我爷爷是老一代炼丹师，卡在金丹境上不去，宗门里出了个绝世天才，想独吞所有资源。我爷爷主张公平发展，就这么得罪了他。现在那天才权倾宗门，大家都去巴结他，
为了避嫌，谁还敢跟我玩？表面跟我笑嘻嘻，背地里都骂我是猪。趋炎附势，人之常情。没有绝对公平的制度，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连老先生为人刚正，本想挖他来逍遥宗，可惜现在宗门刚起步，资源有限，还养不起这等人物，来日方长。小二，这剑平山的化神洞府闹得沸沸扬扬，怎么不见金丹后期的老怪来抢机缘？仙人您问对人了，这洞府邪门的很，专防强者。前几天有个金丹圆满的大能想硬闯，结果刚碰到屏障，洞府里直接轰出一道神光，差点把那大能当场击杀。反倒是他身边的筑基期修士，屁事儿没有。懂了，这叫大能选传承，不要成型的老油条，专挑潜力股。听说了吗？那洞府里有一件3品甚至4品的棍形法器，那可是极品呐！棍形法器，我手里那套5行掩天棍，正愁没有欠手的兵器。这趟洞府，我势在必得。洞府现世了，冲啊！洞府开了，说声道友快走！你急归急，能不能先把裤子穿好？你把裤腿套在胳膊上是几个意思？哎呀，失误。不对劲！哎呦，怎么了，双城道友？我们要是这么一直走下去，就算是走到明年也走不出去。啊，不会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前进吗？这就是这地方的高明之处，他利用无数的岔路口，给我们一种我们在做选择、在前进的心理错觉，但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原地兜圈子。鬼打墙？那我们岂不是中了陷阱，死在这儿了？不是，你这是在干什么？这伞能挡金丹强者全力一击，我得趁他破之前赶紧多吃点。万一死在这儿，我以后就吃不到美食了。做个饱死鬼也比饿死鬼强。双城道友，你要不来一口？不用，我不想当鬼，我还想活着。这估计只是个迷阵，没有危险，出路就在这儿。双城道友，那是墙啊，走过去不得撞墙？要不要我弄点法器把它戳穿？我操！不是，这墙是假的！双城道友，你咋知道这墙壁能进来？太神奇了！猜的。东边灵气更浓，跟我来。石河的压痕，这间石室被人捷足先登了。竟然抢了我们的机缘！万一那化神老头是个美食家，里面全藏着绝世美味，咋整？不行，我得赶紧去别的地方找找，不能再让人抢先了。双城道友，我先走一步。果然内有乾坤，材质纹理完全一致，这3块玉器碎片刚好能拼成一个整体。师兄，快看，这边竟然还有一个石室！不好，有人来了，快走！刚才有个人想硬闯，被这光幕直接轰飞了，现在还生死不明呢。大家千万别冲动。有麒麟的法器果然没那么容易拿。不过怎么没看见清新三叶莲？这主墓室里除了干尸什么都没有，连那个胖子连屁猴也不见踪影。迷阵逃密室，虚虚实实，这洞府绝对另有玄机。这洞府到底哪里才是真？左边。小山叔，你终于醒了。往左边墙壁穿过去，有你找的宝物，上面。拼了！清新三叶莲，总算是有人找到我了。谁？小友莫慌，老夫便是这洞府的主人，化神修士王照。前辈为何会陨落于此？只剩残魂，造化弄人啊！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件名为天石棍的法器。当年我得到这件法器时，它只展露出5品的威能，我视若珍宝，却不知它内部早已孕育出了噬血的气灵。那气灵潜移默化地侵蚀我的心智，让我走火入魔。当我清醒时，我的双手已经沾满了同门弟子的鲜血。为了不让这魔兵继续为祸人间，我自己封闭在这洞府中，
耗尽毕生功力布下阵法将其镇压。幸好这里有着清心三叶莲温养神魂，才让我苟全残喘至今。原来如此，晚辈钦佩。小友，你能看破迷阵来到这里，说明你我有缘。阵法即将失效，天石棍又要作祟了。你将我带去主墓室，我愿舍弃这最后一丝残魂，助你降服气灵。配合着清心三叶莲，你必能成为这绝世魔兵的新主人。这简直就是话本小说里主角的经典奇遇啊！白胡子老爷爷送绝世法宝，天助我也！前辈放心，晚辈定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托。绝世法宝是老子的啦！等我者死！法宝该空出一手10多次，快送我过去！天石棍要失控杀人了！不对劲，吸血！这不是在镇压魔兵，这分明是在血祭法宝，这是个局！王少，你费尽心机将我剥离本体困在这里，没想到我还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吧？现在，先让我喝干这些蝼蚁的血，喂养我干渴的身体吧！快跑！出口不见了！放我出去！我不想死！青云门的狗贼，是你把这魔头弄进来的，你害死我们了！今天要是能活着出去，我非得带人去青云门讨个说法不可。虽然用了易容符让青云门背锅，但这欺凌太邪门了，得想办法破局。天石棍，你总归还是贼性不改呀！该死王少！老夫早知你灵智未灭，岂会不留后手？可惜你只剩一缕残魂，能奈我何？赢！神魂燃烧，这是同归于尽的秘法，前辈这是要拼命了。都走吧，这洞府现世不过是他操控迷阵，骗你们进来当血食养料罢了。老夫困不了他多久，你们留在这儿只会白白送命。老东西，你不要命了，疯子！求！前辈舍命镇压魔兵，我岂能见死不救？前辈，快入这清心三叶莲中，它能保你神魂不散。小子，多谢了。该我了。小子，别过去！气灵虽然被我重创，但仍有余威，不要轻举妄动。小子，我传你一套针对欺凌的神通封禁诀，我刚才留下的封印还有余力，你现在去用此诀收服他。欺凌狡猾，绝不能贸然伸手去拿。哼，既然你这么狂，就让你尝尝五马分尸的滋味。武灵归元阵，武灵分身，逆转，爆！小子，你刚才那冰火交融的掌法和那能瞬间湮灭万物的武灵阵，威力怕是不下于地阶神通啊！晚辈确有些微薄机缘，老夫观你刚才一气化武灵，可是罕见的五行灵根，正是。啊，太好了，天意呀！你既是五行同修，那块融字玉片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前辈说的可是此物？哈哈哈哈！看来你我不仅有缘，这大机缘也注定该落在你头上。前辈，这玉片究竟有何玄机？只要集齐全部碎片，并注入纯正的五行灵力，就能激活去往岛屿核心石宫的地图。果然，那木南融3块玉片拼在一起，就是开启五行岛核心宝库的钥匙。前辈刚才说天石棍是您在石宫附近抢来的，为何要用抢？因为这天石棍原本的主人是一头在岛上生活了无数岁月，已经生出极高灵智的五行之灵。老夫当年自是化神修为，与那五行之灵大战3天3夜，侥幸击碎了他的本体。
谁知他狡猾至极，趁我不备，神魂竟钻入了这天石棍中，化作了气灵。这气灵凶悍无比，不仅反噬我，还经常趁我疗伤时操控我的身体出去屠杀人族。我别无他法，只能将自己锁死在这洞府之中，用残魂镇压他。前辈高义，晚辈是炼丹师，可有什么丹药能帮前辈稳固神魂？没用了，燃烧神魂不可逆转，老夫大限已到。你过来陪老夫做最后一会儿吧。那个蒲凳你拿走，对你日后打坐修炼大有裨障。多谢前辈。小子，世人都说五行灵根是废灵根，你觉得呢？前期修炼确实艰难，速度极慢。错，大错特错。元婴之前修的是灵力，但化神之后修的是对天地法则的感悟。五行灵根意味着你能同时感知金、木、水、火、土5种法则，只要你能领悟其中一种，修为便会一日千里。若能五行合一，那才是真正的天地主宰。各大宗门不培养五行灵根，是因为前期投资太大，见效太慢。但你不一样，你已经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小子，拿着天石棍去五行岛，莫要坠了人族大能的威名。晚辈孤霜城，定不负前辈所托。洞府要塌了！幸不辱命，清心3叶莲到手了。多谢少宗主，大恩大德，没齿难忘。3位老哥快起，这药也是靠你们的情报才找到的。你们回去等我3天，3天后我必奉上破妄清心丹。小神树，你醒了。这破棍子叫五色神光铁，大梁皇朝根本找不到这玩意儿，算你小子走运。上次你为什么突然沉睡了？还有那把残刀，怎么突然开始吞噬法器了？还能为什么？本树耗费本源力量，帮你激活了那破刀的最后一丝活性呗。早知道你能弄到这五色神光铁，我就不费那闲工夫了。谢谢你，小神树，你总是暗中帮我。少自作多情了，我那是怕你太弱被人打死，我还要费劲去找新主人，太麻烦。别高兴太早，这棍子里的气灵没死透，一旦封印松动醒过来，你现在的实力绝对压不住。那怎么办？王少前辈传我的封禁诀，似乎强度不够啊。你是不是傻？把封禁诀刻在玉简上，让本树给你强化不就得了？对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97味药的破妄清心丹，越阶炼制不容有失。金睛兽眼需要灼烧3个时辰，这段时间足够我把其他辅药全部提存完毕了。战金老哥，双城小友，你来了！蠢货！小友，丹药，带我去见战双前辈吧。战双前辈，丹药炼好了。多谢。我操！战双前辈竟然是一头4级大妖。中毒多年，修为坠落，能恢复到4级已是万幸。想要重回巅峰，恐怕得100-200年苦修了。何须100-200年？只要给我10年时间，我必能成为4品炼丹师，为您炼制破镜回天丹，让您破而后立，重登巅峰。好，既然如此，这逍遥宗的长老我做了，我们也做。那老身就厚颜做你们逍遥宗的太上长老了。太好了！小子，你们搞长老怎么不给本大爷弄一个？他们3个加起来也打不过我老牛。你一天到晚在外面疯跑，连个牛影都看不到，我哪有机会？你说不行，必须给我弄个长老当当。赛雷前雷贝愿意屈尊，我们求之不得。师尊，连着一起办了吧？即是即是。这还差不多，算你们识相。1年破1层，别人3-5年都算快了，你这是什么怪物修炼速度？卡住了，只能靠外力了。修为是突破了，但
神念竟然还停留在999米，1米都没长，而且筑基11层的修为瓶颈又出现了。宗主，叶管事，不好了，出大事了！宗主，叶管事，后山洼地窖出事了，挖到地下竟然挖空了，还掉下去一个弟子。愣着干什么？救人啊！救不了了，那下面是滚烫的岩浆，绳子丢下去瞬间化成灰，连铁棍都拿不住，而且里面还隐隐有雷声。岩浆、雷电，这青雷山下果然有古怪。走，去看看。都散开，小心危险！好霸道的火雷之力，我用神识探探。不行，温度太高了，连神识都有被灼烧的痛感。这下面绝对有火属性和雷属性的异宝，甚至是地火石。师尊，让我试试。这温度也就和地火石炼丹时差不多。我的神念长期经受地火淬炼，还能承受。宝物肯定在那里面。商城，你怎么样？我没事。下面果然有古怪，雷电之力极其狂暴。师姐，掉下去那名弟子的抚恤金加倍发放。这里立刻封锁，列为宗民禁地，任何人不得靠近。既然下面有雷属性重宝，那我就必须先适应雷电的攻击。想要锻炼抗雷属性，逍遥宗里刚好有个绝佳的陪练。爽，这才是牛过的日子，比那破秘境强了10000倍。起来干活了！哎去，小子，找本大爷干嘛？我要你用雷电劈我。啥？你脑子被门挤了？我要锻炼肉身和神念对雷电的抗性，你尽管劈，但别下死手。还有这种好事，小子，这可是你自找的。本大爷今天非得给你好好松松骨。你一头牛为什么会发出鹅的叫声？少废话，来吧！看招！我操，你这傻小子真不用灵力挡，找死啊！完了完了，这小子要是死了，老牛我也得遭反噬，我的化形丹啊！臭牛，你竟敢谋杀少宗主！不是，是他让我劈他的！放屁！我打死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别打了，真是我让他劈的啊！不好意思啊，牛兄弟，我脾气急了点，要不你打回来，我绝不还手。老子信你个鬼！是时候了，地下洞穴，我来了！双城，你真要下去？这下面情况不明，万一有危险，我们连救你都来不及啊！师姐放心，你了解我的，没有把握的事我不会做。好，我让师尊和战双前辈在洞口守着，一旦有变，我们立刻出手。经过赛雷龙牛3个月的魔鬼特训，这种程度的雷电和高温，对我来说就像是泡风水澡一样。上次就是在这里，神念被瞬间轰碎。这强度还不够塞牙缝的，要是能再强点儿，到时可以直接在这里修炼结血断金身了，还能省下买地火石的钱。太热了，身体水分流失太快，感觉整个人都要被烤干了。还有最后20米，最多再前进50步。如果还没发现，必须撤。我去！岩浆与雷霆，水火不容的力量，竟然能以这种诡异的阴阳平衡共存，这到底是什么鬼斧神工的地方？那是天才地宝，还是某位上古大能的残魂？灵火，竟然是传说中的天地灵火！对于炼丹师来说，灵火就是无价之宝。有了它，炼丹效率和成功率将提升10倍、100倍。我再也不用到处去搜集地火石和兽火了。这灵火，我必须得到。不好！快跑！带所有人离开这里！立刻，马上！所有弟子退！
我操！雷电从地底下往天上劈，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出事了？幸好宗主和太上长老把我们推开了，不然我们现在连渣都不剩了。灵火？没错，是极为罕见的雷属性灵火。当年你沉睡的那块石板会有雷电之力，就是它散溢出来的。那他怎么突然暴走了？他原本在沉睡，估计是我刚才用神念探查，无意中把他给惊醒了。坏了，这下完了！师尊，怎么了？灵火在我们逍遥宗地盘上，这是天大的机缘啊！你也是炼丹师，你还不明白吗？灵火出世的动静如此之大，周围方圆几百里的大宗门炼丹师鼻子比狗还灵，绝对已经感应到了。麻烦了，这异象的规模远超预估，他们看到这动静，肯定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发疯似的扑过来抢夺。我们逍遥宗现在这点地运，根本守不住这等重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么严重？我还想着近水楼台先得月，慢慢想办法收服他。现在看来，时间根本不允许，而且以我现在的实力，连靠近他5丈之内都是送死，这怎么收服？这气息是天地灵火！赤炎峰所有筑基10层以上的弟子，全部带上法器，跟我走！长老，我们去干嘛？去抢灵火！快联系其他长老，谁敢拦我，老夫就跟他拼命！新月谷所属，随老夫前往庆雷山，争夺灵火。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地灵火，太可怕了！别看了，青云门和星月谷的大能都来了，没咱们的份儿。你看那个最年轻的，是星月谷谷主韩城，元婴期炼丹大能。双城，你看那边，胖的是星月谷长老莲虎，旁边那个年轻气盛的，就是星月谷现任谷主韩城。青云门的唐长老也来了，还带了7、8个金丹高手。韩城、莲虎，你们星月谷来的挺快呀！唐长老，明人不说暗话，这灵火我韩某势在必得。只要唐长老今日给我个面子退出争夺，我星月谷的地火以后随时对唐长老敞开。罢了，既然韩谷主亲自出手，老夫就不趟这趟浑水了。希望韩谷主说到做到。各位散修同道，我韩某不想多造杀孽，现在退出，我韩城记你们个人情。若是不走，一会儿刀剑无眼，谁挡杀谁，可别怪我心狠手辣。董宗主，逍遥宗出力，我新月谷不想为难你，给我个面子，这灵火归我。作为补偿，我新月谷愿出1000万下品灵石，资助逍遥宗发展。师尊，不能答应，这灵火对小师弟至关重要，有了它，小师弟的炼丹术必将突飞猛进，大不了一战。董宗主，1000万还嫌少？那好，我再加1条。只要你现在带人退出，我不但给你1000万灵石，我还亲手为你炼制一枚6品上级悟道丹，并且承诺，等我晋升7品炼丹师，免费为你炼制一枚7品神丹，如何？什么？6品上级悟道丹？那可是能增加80%突破元婴击力的神药啊！还有未来的7品丹药承诺，这条件根本无法拒绝。董木要是这都不答应，那就是纯傻子。韩谷主的好意，董某心领了。但这是我逍遥宗的地界，这灵火也是我弟子顾双成的机缘，我逍遥宗绝不退让。好一个绝不退让！既然董宗主执意要找死，那本座今天就让你们这群井底之蛙见识一下，元婴境与金丹境之间到底有多大的鸿沟。给我护法，谁敢阻拦，杀无赦！收！逆焰一心莲，5品顶级法器，
专门用来迷惑和收服天地奇异火焰的克星。难怪星月谷能收服地火，原来是有这等重宝。战双前，急什么？让他收。小神树，这逆焰火心莲可是五品法器。五品？它里面核心阵纹早就破损了，就是个残次品。它连那破雷火的一根毛都收不住。前辈，别动，让他先吃点苦头。你以为天地灵火是那些没脑子的野兽吗？硬刚！就你们这几个菜鸡，连人家刚睡醒的起床气都扛不住，直接被烧成灰。灵火这玩意儿，就像个刚出生的暴躁小幼崽，得用火系宝物慢慢喂它，跟它培养感情，骗它认主才行。灵火是我的了！不愧是元婴大双城，再不出手就来不及了，灵火真要被收走了。先不急。董宗主，现在后悔已经晚了，这灵火注定是我的。等我收服了它，就是你们逍遥宗覆灭之时。就是现在，灵火虚弱了，快去帮他。雪中送炭最容易刷好感。师尊，战双前辈，帮我拖住韩城。区区筑基5层，也敢来抢本座的机缘，不自量力！给我挡住！老牛，出来挡刀！我的母牛呢？我操！疼死本大爷了！顾双城，你个杀千刀的，竟然拉本大爷出来当肉团！你个死白脸，敢打你牛爷爷！等我突破4级，非用牛角戳你100个透明窟窿！有点手段，但今天你们都得死！四级妖兽，逍遥宗竟然藏着一头堪比元婴大能的4级大妖！4级玄冥战元，这怎么可能？这位妖王，你若是现在退去，我韩某愿免费为你炼制1名化形丹，如何？费少说，想动我们少宗主，先过我这关。既然你们找死，那就成全你们。好，5品寂灭丹。战双前辈小心，这丹药能透支10年寿命，强行提升修为。他现在的实力恐怕已经逼近元婴后期了。前辈切莫硬拼，只需拖住他半个时辰。若半个时辰我无法收服灵火，我们立刻撤退。明白，交给我。唐长老，只要你带人帮我挡住其他人，不让人靠近灵火。事成之后，我奉上一份上古遗留的能提升神念的绝世丹方。提升神念，青云门所属，随老夫结阵护火，谁敢靠近，格杀勿论。该死，人数差距太大了，根本冲不过去。双城小友，今日老夫助你一臂之力。老夫别无他求，指望小友日后修炼有成，登临绝顶之时，能对我这不争气的孙儿多加照拂。双城，师尊，快救双城！别慌，那小子命硬得很，老牛我这契约还好好的呢，他死不了。小神树，这灵火脾气挺大呀，怎么收服？急什么？他刚被那个叫韩城的用破莲花折腾过，现在正是警惕心最强的时候，硬刚你绝对没戏，得用糖衣炮弹哄。懂了，投其所好。我没有恶意，吃吧。果然是个吃货，火云芝、赤焰果、火虫火属性红桑。你愿意跟着我吗？以后管你吃香的喝辣的，保证不让外面那些坏人欺负你。看来得下血本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可是我炼丹炼体的宝贝，用一块少一块。好，成了，那我们签订平等契约吧。我靠！小神树，这是怎么回事？他要烧死我！烧你个头！小子，你祖坟冒青烟了！这可是亿万人中无一的绝世机缘，灵火共身！什么？啥是共身？灵火何等骄傲，怎么可能屈居于一张破契约之下？他这是真正认可了你，要与你融为一体。如果是强行收服，灵火会瞬间涌入全身，
，9成9的人都会被当场烧成灰烬。但他主动分出一丝本源进入你丹田，这是在帮你提前适应它的温度。等他用这丝本源在你丹田内开辟出专属的火塘，你的肉身就能完美承载他的全部力量。到时候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原来如此，他是在保护我。区区4级初期妖兽也敢挡我，今天谁也救不了你们！连虎老鬼，你新月谷内讧，偏要拉上我们青云门垫背，今天就送你归西！少废话，老夫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要保逍遥宗周全。什么？灵火的气息在减弱，但却多了一股与人族修士相融的生机。不可能！那小子竟然得到了灵火的认可，他正在灵火共生。灵火共生，一个筑基期小子，这怎么可能？不行，灵火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小畜生，给我去死！把灵火吐出来！双城小友小心！完了！灵火共生，成！什么？啊！我靠！小师弟太帅了！双城，我数到3，3息过后，仍留此地者，神魂俱灭。3。我靠！1和2呢？不讲武德，快跑啊！完了！怪我，这根本不是筑基期。等我恢复巅峰，定回来踏平逍遥宗。这是瓶颈松动了。灵火共生，果然是天大的机缘，不仅得了异宝，还破了死局。双城，大梁皇朝下发通知了，3年后举行全皇朝100岁以下青年一代的宗门大比。100岁还叫年轻人？修仙界寿命漫长，100岁以下确实只算青年。师尊让我来问你，这次大比，我们逍遥宗参不参加？师姐，你似乎有顾虑。你闭关这半年，外面都翻天了。韩城那小肚鸡肠的家伙，因为灵火和莲虎长老的事，彻底恨上了我们。他联合青云门到处散布谣言，说我们逍遥宗是垃圾收容所。他们还放话，只要我们敢参赛，就一定要把我们打成落水狗，让我们颜面扫地。哼，跳梁小丑。师尊和莲长老怎么说？他们觉得我们起步晚，底蕴浅，可以先避其锋芒，等下一届再参加。可是这次大比非同小可，据说名列前茅的天才有机会被选入10大圣地。10大圣地？那是什么地方？咱们这片大陆，皇朝无数，宗门林立，但在皇朝之上，还有至高无上的10大圣地，那里才是真正强者如云的修炼天堂。随便漏点资源下来，都能造就一个顶级宗门。参加，必须参加！只要有人能进入圣地，逍遥宗何愁不兴？至于青云门和新月谷的针对，那就看看3年后，到底是谁把谁打成狗。好，我这就去回复师尊，咱们参赛。圣地选拔，那可是汇聚了全皇朝甚至周边皇朝所有的顶尖妖孽。我现在的实力，在真正的天骄面前还远远不够看。想要在3年后一鸣惊人，就必须尽快提升战力。金红道友，不，双城少宗主，别来无恙啊！刘总管有何贵干？少宗主，好消息，您一直让商会聊逸的木纹碎片有下落了。在哪里？
上回最近收了一件罕见的飞行法器穿云舟，那舟的船体材质正是您要找的那种带有奇异木纹的陵木。10天后将在玉林郡的西门商会分店进行拍卖。我操，这么大一块，这要是让小神树吸收了，不仅能马上苏醒，实力绝对能暴涨。小神树为了帮我收服灵火才陷入沉睡，这块木纹碎片我势在必得。少宗主，这穿云舟预估底价在1200万下品灵石，不过飞行法器极为抢手，竞争肯定很激烈，您最好多准备些灵石。多谢刘掌柜提醒，我自有分寸。这段时间卖圆满级丹药攒了大约1000万，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满打满算也就1500万，不太保险。看来这几天不能休息了，必须疯狂炼丹。丹药充足，玉林郡拍卖会，我来了。听说了吗？后天西门商会的拍卖会竟然有10枚2品圆满凝灵丹压轴。2品圆满，这可是没有任何单独的神药啊！咱们玉林郡1年都见不到2枚，这次竟然一次性出10枚，可不是嘛！这消息一出，周围大宗门的真传弟子、家族少爷们全像疯了一样赶过来。这次拍卖会绝对是神仙打架。刘管事这营销手段可以啊！哎，我还听说个大八卦，星月谷谷主韩城前阵子在逍遥宗吃了大亏。元婴大能吃亏？怎么回事？抢灵火没抢着，还折了夫人又折兵呗。韩城恼羞成怒，下令令星月谷弟子死磕逍遥宗。这次拍卖会，韩城的亲传弟子无威也来了。那家伙才50岁就筑基大圆满，心狠手辣，要是碰上逍遥宗的人，肯定要下死手。无威，看来得易容低调行事了，免得节外生枝，耽误我拍木纹碎片。大宗门的事儿离咱们太远，倒是最近城里不太平，好多人家的小女孩莫名其妙失踪了，城主府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江湖传闻，那把神兵现世了。客官，真对不住，为了那10枚圆满丹药，城里的客栈早被大宗门包圆了，连个拆房都没了。看来只能去城外荒山对付一宿了。大哥哥，你是不是在找地方住？是啊。大哥哥，住我家吧，我家有空房间，而且很便宜的。小妹妹，去你家多有不便，还是算了吧。大哥哥，求求你了，你就住我家吧。我爷爷病了，只要你来住，我就有钱给爷爷抓药了。这城里总不至于有人派个小女孩来算计我，就当做件善事吧。好，大哥哥跟你走。爷爷，我找到客人来家里住了。爷爷，我带客人回来了。翠儿啊，你说啥？客人住宿的。贵客老爷，快请进，快请进。寒舍虽然破旧，但干净。住一晚多少钱？贵客老爷，一晚上1两银子成吗？银子？我储物袋里最差的也是下品灵石，银子这东西，修仙界根本不用啊。仙人老爷别走，半两银子也行，只要给钱就行。老人家，我没带银子，这锭金子就当这几天的房费了。这太多了，贵客老爷，小老儿就算把房子卖了也找不开呀。不用找了，都给你们了，拿着看病吧。多谢贵客大恩，多谢大恩人呐！不用，我自己来就行。大哥哥，泡个脚解解乏吧，我给你洗。翠儿，你爹娘呢？怎么让你一个小孩干这么多活？我爹很早就死了，娘不要我了，跑去给城里的一个仙人当了第88房姨太太。不过我还有爷爷，
别人都是孤儿，我还有个家呢。娘不要你了，你不哭吗？不难受吗？难受，但我不哭。我哭了，爷爷会更难受。爷爷耳朵已经不好了，要是再伤心，眼睛也会瞎的。我必须懂事，忍一忍，就习惯了。有贼，2个没有灵力的凡人，但身手矫健，像是在军中受过训练，偷东西偷到这穷乡僻壤来了。别出声，老东西，把钱交出来！好家伙，50两！老东西，你一个穷光蛋哪来这么多金子？说，还有没有藏着别的宝贝？老东西，你要是不老实交代，大爷今天不但拿走金子，还要把你这宝贝孙女卖到窑子里去。大爷，求求你们，小老儿就只有这50两看病钱了，真没有了。这金子哪儿来的？敢撒谎，老子刮花你的脸！捡的，是我们捡的，就这一块。好一对坚韧的爷孙，你们的命我保了。老大，我看他们是真的没有了。这破地方也不像能藏宝贝的样，咱们拿了金子，赶紧回去复命吧。不过留着他们也是个祸患。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不说实话，爷爷这刀可就砍下去了。捡的，你就是把我杀了也是捡的，找死！我操，什么情况？老大，你干什么？叫你砍人，你咋还表演起后空翻来了？见鬼了！我也不知道，刚才感觉有东西在后面死命拽我的刀。哪有人啊？老大，你是不是中邪了？放屁！没时间了，这老头交给你，赶紧解决。好。老大，你也感觉到了吧？这刀有鬼，这屋子有鬼，快跑跑啊！算你们跑得快，在玉林郡还是低调行事为妙。这2人身手矫健，训练有素，使用的更是军中制式大刀。玉林郡的官府看来水很深啊。好家伙，暗处藏着好几个元婴期护法，西门商会的底蕴果然深不可测。果然都来了，可惜你们认不出我。接下来这件拍品，相信很多人都是冲着它来的。十枚2品圆满凝灵丹，无单独可无限吞服，起拍价100万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110万，130万，145万，200万。那不是玉林郡周围那个小家族段家的家主段梵天吗？他哪来这么多灵石？200万1次，200万2次，成交！恭喜段家主！有了这批凝灵丹，我段家必将再创辉煌。段家主，多谢你的慷慨解囊了，这大头可都是我的。诸位，接下来的拍品乃是一件罕见的4品非法器——穿云舟。木丸碎片，就是他！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都要拿下他唤醒小神术。这穿云舟材质极为特殊，坚硬无比，寻常法器难伤分毫，速度极快，是逃命赶路的绝佳法宝。起拍价800万下品灵石，810万，850万。今天这穿云舟，老夫要定了，不管你们出多少，老夫都奉陪到底。段梵天，你好大的口气！不服，用灵石说话。950万，1000万零50万，1100万。段家主出价110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1101万。这人谁啊？敢跟段梵天叫板，还只加了1万，这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小子，你胆子不小，竟敢跟我段梵天争！希望你想清楚了，别有命买，没命用。怎么，西门商会还有规定，说这东西只能你段梵天买不成？西门商会内严禁恶意威逼、恐吓他人报价。段家主，想要宝贝
就用灵石说话。若是敢坏了规矩，休怪老夫将你扔出去。1110万，1111万，1120万，1121万，1万！该死的小子！等拍卖会结束，老夫定要扒了你的皮！1400万，1401万。买吧，买吧！你现在花出去的灵石，还有这非洲，一会儿老夫全都要从你尸体上拿回来。1401万，成交！恭喜这位小兄弟！终于到手了，小神树，你马上就能醒了。接下来这件拍品，对于炼丹师或者拥有火属性功法的人来说，绝对是无价之宝。熔火玉髓，地脉之火的精华凝结，炼丹时滴入一滴，可提升火焰3成威能，还能滋养地火和灵火。别急，别急，一定给你买下来。起拍价200万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师兄弟们，总算等到这熔火玉髓了。师尊上次没抢到灵火，正在气头上。有了这东西滋养我们星月谷的地火，师尊一定会很高兴的。星月谷的人，又是这招以势压人。250万。段老，看来刚才抢您非洲的那位朋友，现在又盯上我们星月谷的东西了。某些人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树敌太多，就不怕一会儿连御林郡的城门都出不去吗？300万，301万，302万，3扁情50万，351万，400万。无畏师兄，算了吧，这价格太离谱了，我们还要留着灵石拍最后那件压轴重宝呢。师兄，让他先买，等出了商会，咱们找机会做了它，连非洲带玉髓一起抢过来。双城和小友，恭喜拍得至宝啊！刘款式，客套话免了，这里是1401万灵石，买穿云州的钱。这是穿云州，还有那熔火玉碎，一并给你了。老夫就是怀疑自己结丹失败，也绝不怀疑你这炼丹奇才的财力。爽快！这是5枚圆满级别的凝灵丹，帮我卖个好价钱。圆满级别，好，包在老夫身上。小友留步，当心段梵天，他气量极狭，而且御林郡的副城主正是他的亲弟弟。你们为了穿云州结怨，他绝不会善罢甘休。还有那无威，若知你逍遥宗身份，必下死手。不好，我是真面目进城的，他们若查我底细，翠儿爷爷一家有危险。刘管事，告辞。快走！他们是冲你来。翠儿呢？被抓走了，是城主府的卫队。老爷，你斗不过他们的，快走吧。城主府，好，很好。老人家，把这颗疗伤丹吃了，剩下的交给我。刘管事，此人托你照看，翠儿在哪？在城主府。双城，这水太深了。如今子的城主是公主林青年的人，而那副城主是4皇子林望与安插的棋子。11皇子刚封亲王，皇权之争已经烧到了这御林郡，城主恐怕已经出事。段家近期爆发，必是做了副城主的走狗。城外，段梵天和吴越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等你了。难怪如此嚣张，多谢刘管事提点。既然问题出在城主府，那我就亲自去掀了这阎王殿。邓老大，昨晚抓那小丫头赚的30两，全在赌场输光了，真他娘的晦气！怕什么？等老子去城主府交了差，带你们去寻个新乐子，好好发笔横财。你们在这儿等着，老子去撒泡尿。叫唤什么？
上面发话了，今晚收敛点，明儿再带你们发财。老刘，你跟我过来一趟，有点私活。邓老大，到底啥好差事啊？神神秘秘的。老大，咽下去。接下来我问你答，敢有半句废话，我让你穿肠烂肚。如果不想死在毒丹下，一会儿进府就给我装得像样一点。是，邓老大，我都听您的。老邓，今天怎么空着手，没带小姑娘回来？先回来办点私事儿，搞个小姑娘还不是手到擒来？急什么？也是，没人跟赏琴过不去。进去吧。有禁止阻挡，看来必须亲自进去一趟了。邓老大，你怎么大变活人？别废话，现在把我当做你个刚抢来的猎物，迈进内府。可是你要是进去了出不来，我体内的毒怎么办？我若不死，毒不发作；你若敢拖延，我现在就让你毒发身亡。走。进去。翠儿还活着，得尽快摸清他们的底细。易容符的时间不多了。今天那位大人居然要10个血石，幸好咱们囤的货多。那位实力越来越恐怖了，原来的城主怕是永远见不到太阳了。闭上你的鸟嘴，赶紧抓人！误了大人的事儿，咱们都得掉脑袋。妈的，这死丫头怕是个傻子吧？笑得真他妈瘆人。傻得更好，免得乱叫，就抓他凑数。前辈，您要的10个纯阴血石带到了，有了这些，您恢复元婴境指日可待。届时我段家在玉林郡便可一手遮天了。只要血石不断，我不仅罩着你段家，还能让你们多出几个金丹境。若敢断了功，你们段家就是我的盘中餐。前辈放心，玉林郡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没用的娄雅。来人，把他们扔进去。该死的段应天，你给我送了个什么怪物过来？我的血池连炼气境都能瞬间融化，他居然毫发无伤。说，你到底是谁？怎么回事？这明明只是个小女孩的躯壳。前辈息怒，您赐我的识破法器借给我大哥了，这是我的失职。少废话，赤丝必定易了容，给我扒了他的皮，我要把他炼成血奴。这穷乡僻壤怎么会有血族？树哥，你醒了！别看了，那块碎片太大，我还没消化完，只是被这股气息惊醒了。你小子运气不错。废物，还得老祖我亲自出手，去撕碎他！再见。树哥，动手！前辈，不可能！你这怪物，你杀了血风前辈，我杀了你！小子，这次只能靠你自己了。我刚才强行收摄那老怪的神魂，暂时帮不上你了。别死在这里，放心。找死！真以为我们有底牌了吗？给我拧！哈哈哈！小子，受死吧！武林归元阵，武林救位。这是什么鬼东西？无形之灵，逆转，湮灭！混蛋！小子，我还以为多强的手段，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
徒有其表罢了。是吗？那你试试这个3品制法神通。还有3品圆满符，上哪儿批发的？憋屈，太憋屈了！堂堂金丹修士，竟被一个筑基楼一压着打。只要我撑过这波，只要他露出哪怕一丝破绽，我定要将他碎尸万段。那是什么火？见识一下我真正的手段吧！紫霄雷火出！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火焰？烧死他！不可能！筑基期怎么可能施出威力如此恐怖的神通？这不可能！小兄弟，有话好商量，我们之间肯定有误会。误会？你想要我的命，我想要你的命，仅此而已。我给你宝物，雪峰给了我很多奇珍异宝，我全给你，求你收了神通吧！哼，杀了你，宝物一样是我的。顺便告诉你，血峰的宝库我也预定了。你一定要赶尽杀绝吗？好，既然你不让我活，那大家就一起死！不好，金丹自爆！怎么回事？段应天的自爆被强行压下去了。双城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你们逍遥宗离这10万8千里呢。顺路办点私事，刚巧路过。公主，这枚金丹正是刚才企图自爆那人的，不过气息驳杂，并非御林郡城主方剑京，倒像是副城主段应天的。找找方文静在哪？公主，我在这儿。你是方城主？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天哪，方城主！公主，此人确实方文静无疑，但他体内的状况，老朽生平仅见气血逆流，生机被一种极度邪恶的力量强行剥夺。风老，方城主还有救吗？死不了，他只是成了血奴，过会儿自己就会慢慢恢复。血奴？古籍记载，血族能以精血强行控制他人，被控者形同傀儡，浑身煞白，称为血奴。方城主这副模样，正是血奴的特征。那他怎么还能自己恢复？因为那个控制他的血族老怪，刚才已经被我杀了。源头一断，他体内的残血自然会被身体吸收。等他醒来，修为甚至还会精进几分。你杀了一个能将金丹后期制成血奴的怪物，运气好罢了。那怪物轻敌，加上我手上有几张3品圆满符箓，还有克制阴邪的灵火。灵火？刚才那烧毁护府大阵的滔天紫火，是你的灵火？难怪那天星月谷谷主铩羽而归，原来是被你捷足先登了。机缘巧合。我操，双城大哥，你牛大发了！有了灵火，你炼丹岂不是要逆天？我看中的人果然非同凡响，区区筑基，竟能降服元婴老怪都垂涎的灵火。公主，太好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方城主，到底发生了什么？御林郡出了这么大乱子，为何今日才收到求救信号？几个月前，段应天设宴款待我，我毫无防备，提剑中毒。随后，一个诡异的老怪出现，强行往我体内打入了一道血光。从那以后，我意识清醒，却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我眼睁睁看着段应天在那老怪的指使下祸害百姓，贪赃枉法，却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更别提求救了。直到刚才那股禁锢我的力量突然溃散，我才拼尽全力发出了求救信号。公主，是您救了我吗？救你的不是我，是逍遥宗的顾少宗主。若非他斩杀了那血族老怪，你恐怕永远都醒不过来了。顾少宗主救命之恩，
方某没齿难忘。以往对逍遥宗多有疏忽，是方某失职。日后玉林郡城主府定当与逍遥宗同气连枝。方城主言重了，分内之事。这一趟没白跑，不仅拿了木纹碎片，还意外卖了城主府一个天大的人情。以后在玉林郡，逍遥宗算是横着走了。都愣着干什么？救人！刘管事，此件事事了，我也该回宗门了。大哥哥，求求您带我走吧。翠儿可以给您端茶倒水、洗衣做饭，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愿意干。只求您给翠儿和爷爷一口饭吃，不要把我们丢在这里。翠儿，方城主已经肃清了城内的败类，你们以后安全了。我是修仙者，不需要人伺候。我操！空灵根！这小丫头片子竟然是空灵根！翠儿，你握住这块石头。瞎交换什么啊？测灵石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丫头连最废的杂灵都没有，纯凡人一个。乡巴佬，你懂个屁！空灵根字义就是空，没有属性。测灵石这种低级货色当然测不出来。你用神识探查它的丹田。真的有透明的灵根，这空灵根到底有什么讲究？妙就妙在这个空字。空灵根就像一个无底的琉璃盏，装水就是水，装火就是火，它能修炼世间任何属性的功法，甚至是万里无一的冰、雷翼灵根功法。而且，拥有空灵根者，必定是极品丹灵根的资质。听起来是不错，但也算不上逆天吧。肤浅。空灵根真正的恐怖之处在后期，金丹破元一。最难的是感悟天地大道。若你苦修火系，却只得到水系机缘，那这辈子就卡死在金丹了。但空灵根不一样，它若得到水系机缘，大可直接散功重修，水到渠成，直破元婴，而且重修毫无瓶颈，速度奇快无比。简单来说，这丫头以后的修炼速度和破剑几率，甩你这个所谓的五行全才10条街不止。我怎么听着你这语气，巴不得他赶紧超过我，好把我按在地上摩擦呢。怎么会？我可是坚定地站在你这边的。极品丹灵根，还能无缝切换功法，这等绝世妖孽，若是放任不管，岂不是暴殄天物？好了，别哭了，收拾收拾东西，带上你爷爷，跟我回逍遥宗。真的吗？谢谢大哥哥，翠儿一定会好好干活，把少寨主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大哥哥真是个好人，以后我一定要努力干活报答他。我这边还要整顿城主府，暂且脱不开身。待一切妥当，我便带宣明去逍遥宗找你。好，我在宗门等你。这刀不错，霸道沉稳，正好给五师兄吴通做个见面礼。咦，这是？怎么，这破铜烂铁还能是件绝世神兵不成？我靠，这不是镇魂钉吗？镇魂钉？小子，你捡到大漏了！这是传说中的神魂法器，也叫魂器。世间法器多用灵力催动，但这玩意儿是用神魂操控的。哼。想象一下，你和强敌打得难解难分，突然用这玩意儿无声无息地刺入对方识海，神魂受创，瞬间毙命。竟然能直接攻击神魂，这东西怎么用？怎么看都只是一块普通的破兽皮。通天，你看出什么门道没？我也看不透，没字没图，可能就真是个包装袋吧。给你，真是个小吃货。等等，这兽皮有古怪，高温能让它显形。一念炼神诀，
炼神功法，这可是上古时期才有的绝世古本啊！你看后面还有配套的魂器操控之法悬丝诀，小子，你这波赚翻了！唐良师兄，多谢你的大机缘，今日起，这便是我顾双城的绝对底牌。大哥哥，我们现在就去逍遥宗了吗？对，回家。妈的，这小子在城里到底磨蹭什么？老子在这儿等的花儿都要谢了。放心，只要他敢出城，定让他有来无回。来了，嘿嘿嘿，顾双城，老夫等你很久了。怎么，诸位这阵仗是打算明抢了？没错，识相的交出穿云舟和所有宝物，老夫留你个全尸。段家主跟一个不入流宗门的蝼蚁废什么话？直接杀了他！小子，你咋老是叫本大爷给你当打手？哼，你这老小子拿个破草绳筐子就想套住本大爷，看我一体子踩死你！3级巅峰妖兽，这小子怎么可能有这种级别的帮手？五位，快帮忙！老夫挡不住这畜生！真是个废物！孙长老，请您出手拖住那头畜生！孽畜，休得猖狂！翠儿，转过身去，闭上眼睛，数10个数。好。小子，去死吧！那就请诸位赴死！以一敌2，必须速战速决，先杀无恶。师尊救我！转！青木盾，武林归元阵，报！哈哈哈哈！小子，你以为你这点手段能伤得了我？老狗，尝尝小爷的顶级棍法，五行焰天焚天师！呵呵，万竹刺。他在笑什么？越级用镇魂钉秒杀金丹境，对神魂的负荷太大了，看来回去得多弄点滋补神魂的宝物。老牛带上翠儿他们回宗门。双城，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受伤了？没事，消耗太大而已。老牛，替我护法，我马上开炉，给你炼制化形丹。虽然可以让莲虎长老帮忙炼3品丹，但老牛和老袁他们值得我深交。普通化形丹有致残风险，我必须亲自出手，用神术强化出圆满级化形丹，确保他们万无一失。不知不觉，竟然已经入冬了。大哥哥，这是叶姐姐给我买的花袄，好看吗？可暖和嘞。好看，真好看。等大哥哥下次出去，再给你买新衣服穿。哇，真的吗？谢谢大哥哥，我去给爷爷看我的新衣服。双城，昨天你带回来的这丫头，我测过了，她连5行灵根都不是，甚至根本没有灵根。你打算怎么安置她？我准备收她为徒。收她为徒？她没有灵根，跟着你能学什么？师姐，她是可以修炼的，以后你就会知道。走吧，去后山，该让老牛他们化形了。好啊，我也想看看这些大家伙变成人是什么样。接着，里面是5颗3品圆满级别的化形丹，包你们化形成功。小心小心！圆满级，真的是3品圆满级！就在这儿化形吧！哼，死母猴子，竟然抢老牛风头！等老牛突破4级，非揍你一顿不可！这老牛怎么回事？还没好？难道丹药有问题，或者体型太大不好变？死牛，你还不赶紧出来！药效快过了，真想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吗？嘿嘿嘿，别急别急，老牛我正在精心雕琢一张绝世容颜。不
管咋样，肯定得比你顾双城帅才行。死牛，这都攀比上了。我的衣服呢？为啥没生成衣服？你光顾着捏脸调样貌，没给自己画出服饰，当然没衣服穿。以后你每次从牛变人化形，都会默认没有装束。啊？那我以后岂不是每次变身都得捂着屁股出门？你屁股挺白。啊！战头，老牛，我要灭了你！你竟然偷看牛爷爷的屁股！我没偷看，我是光明正当的看。顾双城，给老子滚出来！韩城，你想干什么？连虎，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今天是我和顾双城之间的私怨。顾双城，你杀我爱徒无威，今日必须给我星月谷一个交代！什么？少宗主杀了无威？那可是半步金丹的天才啊！宗主威武，连星月谷谷主的爱徒都能杀，说明咱们逍遥宗比他们强多了。跟着少宗主混，绝对有前途。怎么，就允许你们星月谷的人杀我，不允许我反杀？你们的命就这么金贵？哼，谁看见无辉杀你了？你有证据吗？双城，今天事情棘手了。韩城城身边那个老家伙是星月谷上一任谷主，现在的太上长老，妥妥的老牌元婴境修士。这老家伙把宗门名誉看得极重，韩城就是利用这一点把他请出山的。现在对面有2个元婴境的强者，而我们这边只有战双能和元婴境抗衡。既然退无可退，那便来战！